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小酱汁，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酱汁。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面相三庭12宫位测一生吉凶。谈起相学，很多人以为只有长相和面相，其实是个很大的误会。中国的相学博大精深，从身体的每一部分，以至坐姿、声音、识相、气息、神态，通通皆有论述。当然经过千年的流传，其中自有无用之处，但仍有不少值得后世流传及学习的地方。相学把人的躯体分为3个部分，合称三庭。上庭由头顶至颈，中庭由颈至腰，下庭腰至脚底。三庭可看反映一个人的格局高低。人身三庭中基本上以上长下短为佳，因为腿短者适合文职工作，腿长者则较为劳碌奔波。虽然身长腿短不合现代审美眼光，但若论贵格，还是以腿短者为高。除了躯体，面相也可分为3庭，每一庭均代表不同范围及流年岁数。简述如下：上庭发角至额，代表15至30岁的运程，反映思想；中庭眉至鼻头，代表31至50岁的运程，反映人际关系及财运；下庭人中至下巴，代表51至75岁的运程，反映情欲及晚年；耳朵反映15岁前的运程，但不在三庭之列。面相三庭其实代表着人生3个阶段，即少年运、中年运至晚运。看面相时看三庭的比例是否均匀，如其中一庭的部位特别差，可推断此人的运势亦会特别反复，甚至有破坏之象。面相的部位众多，但人生中特别重要的部位有13个，这13个部位好比把一个人的面从中间垂直画一直线，分成左右2半，中线上的13个面相部位就称为13通关运。面相以左右对称为佳，若左右不匀，运势也会反复。而划分这13个部位，既能看左右是否对称，也代表人生13个转运的时机，故有通关运之称。每逢13通关运，也是人生一个转折点，宜谨慎行事，否则容易出现破败或祸事。13通关运包括天中流年16岁，天庭流年19岁，司空流年22岁，中正流年25岁，印堂流年28岁，山根流年41岁，年上流年44岁，寿上流年45岁，准头流年48岁，人中流年51岁，正口流年60岁，承浆流年61岁，地格流年71岁。第一宫命宫即印堂，看性格是否乐观，心胸是否狭窄，以光滑饱满、无破损、无痣为吉。如有悬针破印、川子纹为凶，一直纹离乡背景、3支纹运势差。第二宫兄弟宫即眉毛，看和兄弟姐妹的感情、兄弟姐妹的多少、兄弟姐妹的运势。左为兄弟，右为姐妹。女性眉浓，有男人性格，为人粗心，忌淡眉短，一字眉性急冲动。第3宫田宅宫即眉与眼之间，看一个人的居住情况与家庭缘分、继承遗产的多少，以1指到1指半为标准，有破损有恶痣，家里会漏水。第4宫妻妾宫即眼尾，是男人看婚姻状况，女人以鼻子无夫宫。生得饱满亮，会有漂亮的妻子，会有贤惠的妻子；生得过分饱满，妻妾会多。眼尾有青筋克妻，有破损恶纹乱纹，妻子身体状况不佳。第5宫子女宫男女宫即卧蚕，婚前看男女关系，婚后看子女情况，左边看儿子，右边看女儿。出现青蓝色，婚前男女感情出现障碍，有泪痣，子女身体状况不佳。卧蚕有网纹的人比较好色。第6宫己厄宫即山根，看一个人的先天的身体素质，看一个人的健康情况。厄年41至43岁代表心脏，有痣有纹，容易食错药，青筋压鼻梁，无事哭3场。第7宫财帛宫即鼻头，看一个人的财运。女性同时也为夫星，鼻头原有正财运。鼻头有恶痣会破财，鼻头漏不会处理财物，久遭鼻破财。眉头出现暗疮，短期内会破财。
来龙有纹，辛苦赚钱，准头有肉，内心无毒。准头尖有纹，心术不正。第8宫奴仆宫及下巴，看一个人的下属，嘴角凹陷，有纹至8，工人仆人强过老板。第9宫迁移宫及山陵，看一个人的走动情况，出国运，出现青黑色，不宜出门。第10宫官禄宫即天庭，主事业运，官禄宫身得亮饱满，宜在政府工作，宜做大官。官禄宫下陷，官运多波折，官禄宫凹陷即有痣疤痕乱纹，不宜在大机构工作，宜在小公司工作或自己创业。第11宫父母宫及日月角，看父母情况，生得饱满亮，和父母关系好，凹陷即有纹痣疤，容易父母不全。小朋友日月角代表父母运。第12宫福德宫及眉尾部分，代表精神状态，饱满为人乐观。福德宫凹陷为人悲观，自信心不足，出现青黑色，运势不好。是面相揭秘，女人颧骨高杀夫不用刀，是真的吗？多懂点没坏处。颧骨在相术中又叫做中府或中二府，由颧骨、颧弓组成，合称颧骨。颧者权也，古人有云：颧广青云，威权必重。意思说的是颧骨高且宽的人争强好胜，自主意识强，能够把握权力。相术中认为，男人如果颧骨高就会大富大贵，可高颧骨到了女人这儿就成了女人颧骨高，杀夫不用刀。这就让很多人困惑了，为什么明明大家都是高颧骨，但为什么高颧骨的女人就成了杀夫不用刀了？这得从古人的社会家庭模式说起。在中国封建社会，遵循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丈夫需在外耕种养家，女子就得留在家中纺织相夫教子。所以这样的家庭结构中，男性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在一个家庭单位中占主导地位，而女性占从属地位。由此模式还发展出了女子3从4德的道德规训。3从是未嫁从父，继嫁从夫，夫死从子。4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由3从可见，封建社会是要求女人在家从夫，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从面相学上讲，面相学认为高颧骨的女性个性强，多半是强势的人。面对外表显得强壮的女性时，很多人会觉得和这种女性结婚一定不妙。所以当人们发现一位个性比较强的女性，同时又是颧骨高的话，就让很多人更相信女人颧骨高，杀夫不用刀这句话了。试想，在以男人为顶梁柱的古代家庭中，女性的性格强势，对丈夫没有俯首低眉，这是有违社会纲常的。是故一山不容二虎，势必闹得家无宁日，鸡犬不宁，这样是不利于家庭和谐的。所以这类女性就被扣上了克夫的帽子。那为什么颧骨高就和性格强势联系在一起了呢？中医解释道，小肠经循行经过颧骨，小肠经在中医里归属于太阳，颧骨高一般阳气特别足。然而阴阳五行理论认为，男人代表阳，女人代表阴，所以颧骨高的男性代表阳气足，所以能成大事。而颧骨高的女性阳气太盛，对立身之本的阴气有所冲撞，所以她们强势心高气傲，往往对生活有更多的追求，对稳定的家庭生活是不利的。2. 那古代人偏好的女性形象是怎样的呢？我们从现在的影视剧中可以看出，尤其是盛唐时期，她们大多珠颜玉润，双眼清澈美丽，脸部轮廓流畅，是整体丰满的圆脸。这样的脸往往是带有温柔感，即女性化的脸。在这种审美语境下，又发展出了正式脸和偏式脸。正式脸相对方正，有未来祖母的威严感，而偏式脸下巴相对较尖，眼睛上挑，较魅惑。举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很符合封建时代的审美，林黛玉这种长相往往红颜薄命。相术认为下巴尖削，晚年运较差，易受病痛折磨。到现在，这种封建时代的审美还是有一部分市场的。不信你看看隔壁韩国选美小姐的照片就知道了，20位美人，你们是要小编做连连看吗？这种极度女性化流畅的脸，无论从哪个侧面都是看不见颧骨的。它更多的意味着女性皮肤白皙，看起来年轻有活力，身材苗条，其实并不是骨骼发育成熟的一张脸，表现出了男性凝视下的功能
型特征。与之相反的，方整有角的下巴而颧骨突出，显得刚硬的脸孔乃是男性脸。如果高颧骨的女性呈现出男性的脸孔，则容易太过阳刚，是巾帼不让须眉之象，与封建审美背道而驰，出现克夫这种污名化处理也是意料之中。3. 那女人颧骨高杀夫不用刀这种说法放在今天可信吗？小编表示当然不可信啊。从家庭关系讲，在前文小编已经讲过产生这种观念的社会原因及小农经济适配的男耕女织模式，将女性桎梏在家庭中且处于从属地位，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男耕女织早就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妇女能顶半边天。毛主席说的，女人在法律意义上拥有了劳动权，从相夫教子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女性也可以过上自主且独立的生活，这势必会让审美更加多元化。刘嘉玲、张曼玉、钟楚红等高颧骨女星代表了当代大众审美的多元化。从中西审美差异讲，西方人以面部凹凸有序为美，即以高鼻梁、高颧骨、深眼窝组合成的轮廓明显的五官为衡量女性美的标准。因此很多西方美女因具有高高的颧骨而倍感自豪。在西方，人们偏好错落有致的颧骨，如果颧骨低了还会去隆颧。你看西方人喜欢的东方模特无一例外都是高颧骨的。中国超模刘雯、何穗、曲巧文都是统一的高颧骨细长眼。所以女性颧骨高会克夫的话，那欧美人普遍都克夫，所以这个说法是不可信的。4. 最后小编想说，审美其实是带政治经济属性的，时代不同，审美就会发生相应变化，去追逐去取悦其实并不明智。被上一轮锥子脸审美风潮荼毒的人还历历在目，所以更多的专注于内外兼修，将时间、金钱花在有价值的事上才更有意义。人在江湖，难免身不由己。面对纷繁的社会，要分清是非曲折、忠奸善恶，独具有一双火眼金睛、慧眼识人。除了具备丰富的社会经验判别之外，面相学就是最好的识人教材。小编通过古代看面相识人术秘诀，教你知人、识人、用人。看面相，先知先觉，避免受到小人伤害。今天先教大家19招。1. 面广鼻长的面相。鼻子代表一个人的谋虑，鼻子偏长的人心思伎俩多多，最好敬而远之，以免受其算计。脸型细长的人多思而利己，心思不光明。长方形的女性脸相，这种女性性格豪爽，不安分守己，与男人争强好胜。2. 眼睛为外凸于内凹的人，性情刚强，多破坏力，斗狠，出手不留情，好勇斗狠，刚愎自用。眼睛为内凹的人，工于心计，性情内敛，多忧多虑，多猜疑。3. 眉毛为虎眉的面相。虎眉为眉毛粗浓，眉尾有眉峰。虎眉之人胆大心细，多情而善思，信也，勇而多心机，行为果敢有决断力，做事重感情，做事有原则。4. 眉毛为鬼眉的人，鬼眉就是眉毛逆生，眉毛打旋的，这样眉毛面相的人性情顽固，做事多特立独行，做法与常人有异。眉毛粗而阔逆生的，做事不计后果，占有欲特强。5. 唇两端下垂的面相，抑郁、悲观、情急、脾气古怪、善变、固执，嘴角下垂又称腹喘口或鲤鱼口。这种嘴型面相多抱怨，心口不一，女人多二婚，男人多孤独，做事多少亲情，不重友情。腹喘口而眼恶的，多奸猾、贪心、性狠。6. 眼睛为三角形的人，三角眼人心多狡诈，行为多手段，做事多杀伐。如眼恶者，其心意凶恶歹毒；如配高鼻，则孤僻无情，有己无人。如眼神邪恶者，则贼性难防，做人不讲信用，多心机，多权谋。古相书有云：妇人有三角眼，其必杀其夫，不可不防。7. 女人额头伤疤的面相。额头面相学称作天庭，主天庭即发际线与眉毛之间的额头部分，代表智力与虔诚。女人额头上有斑迹者，家庭多有不幸福，影响婚姻质量。因为额头代表人生理想，所以男女额头有恶痣或者斑疤。天庭有瑕疵，有痣愿难达。8. 额头宽阔的人。古人有云：天庭饱满吃官饭，地阁方圆长大权。
鼻直硬起，富贵无比。这里说的硬起不是指印堂，而是指额头宽展。额头宽的人聪明智慧，社会地位高，如女人宽额头，男人管不住。七，3个头旋的人非大人物便是恶人。头旋为肝气的外显，头旋多者多肝气盛大，其人胆大心细，多较劲而不服输，往往能够成就一个人。中间在心，表现在眼，眼神善，头旋多，多成大事；眼神恶，头旋多，多成大奸大恶。10，齿密齿疏的面相，牙齿紧密的人先天肾气足，而有声誉，多聪慧，读书好，多出人头地。牙齿孔隙大的人爱撒谎，牙齿稀疏的人心里藏不住事情。牙齿疏缝隙大，做事多出格，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11，大脚勤，小脚懒。女人脚大能持家，女人小脚的能理财，脚长大的能做事，小脚长的能享福。大脚板的人多做事，小脚板的人多技巧。大脚者多直性子，小脚者多圆滑。12，好哭的孩子健康，爱哭的孩子健康。心为君主之官，什么出焉？心为五官之首，一旦伤心，五脏皆动，故而伤心落泪。但是小儿哀而不伤，嚎而不哑，小孩子哭并不伤心，亦不伤肺，所以爱哭的孩子五脏健康。13，女人肤色白有良缘。女人肤色白肺气足，女人肤色白，肺气足，肺主通调脏腑，家庭责任在丈夫，身体脏腑协调的女孩子必然嫁一位有责任心的男人，所以说肤色白的女孩子有良缘。14，眼角多纹为重的人多情。男人鱼尾纹深刻，鱼尾纹多，鱼尾纹乱，这都是重欲好色的面相。鱼尾处处于面相学尖门，尖门主情欲，这里又是胆经的路线，肝胆阴阳表里，纵欲伤肝，所以欲望重的男人鱼尾纹深。另外，男人40开外依旧鱼尾纹处光光的，没有鱼尾纹，此亦为重色之男。眉毛为情缘宫，眉毛浓重的人重情，眉毛为横逆的肝气所化现，肝主人类的情感，故而眉毛浓厚的人贪恋感情，且多重欲，占有欲强烈。15，眉尾有上下的纵纹的人婚姻不满。眉尾至鬓角中间位置，面相学称作尖门，尖门为夫妻宫，主男女情欲之处。如果尖门有纵向的皱纹穿过，夫妻缘分浅，不能白头偕老，那么注定婚姻不美，二婚多婚。16，眼窝深陷的人，要么经济亏虚，要么与亲属无缘。眼窝慢慢深陷，这是精气亏虚，阳气不足，精亏不足以养肝，这是肝肾皆衰的特征，以多加摄生为上。禁欲保命，如依然以酒为浆，醉已入房，则烹骨蒸髓者有之，命将倾覆。眼窝深陷泪淌深，总有亲情不相亲。眼窝深的人喜欢眼睛朝上看，巴结权势，瞧不起穷亲戚，俗称势利眼。17，眼睛突出的人性子暴烈，眼睛外凸的人脾气大，眼睛为肝之外窍，肝主怒，主性直，眼睛外凸是肝气亢盛之象，肝胆之气过于亢进，从而脾气暴躁，多怒易怒，冲撞别人，性子暴烈。18，眼尾偏圆形的女子，性格内敛，有心计。鸭梨状眼睛的女人富于算计，眼尾偏圆形的面相学称作眼尾勾圆，民间俗称母狗眼。眼尾向下勾曲的面相人心思歹毒，眼尾勾圆的女人工于心计，此人心机深而性格内敛，往往杀人于无形。19，印堂宽度2尺以上的贞洁观念薄。印堂位于两眉中间的额头部位，处于鼻子山根与额头之间一小块区域。印堂为肺经反应区，而肺主规范通调脏腑，印堂过宽则肺气不足，那么其人约束控制自己能力差，经不住邪心男人引诱，贞洁观念淡薄。印堂较宽的女孩子容易追到手，就是这个道理。人在江湖难免身不由己，面对纷杂的社会，要分清是非曲折，忠奸善恶，独具有一双火眼金睛，慧眼识人。除了具备丰富的社会经验判别之外，面相学就是最好的识人教材。小编通过古代看面相识人术秘诀，教你知人识人用人，看面相先知先觉，避免受到小人伤害。今天接着再教大家18招。
20，眉毛和眼睛间有痣的人多淫。眉毛和眼睛之间的上眼皮，面相学称作田宅宫，这里是脾经的区域，脾土主肉体接触，田宅宫有痣影响脾胃健康，同时田宅宫有痣重肉欲多淫，并且人缘会出问题。21，耳朵大耳厚的人有福气，耳朵小的人没有成功的。耳朵是肾的外窍，肾主志，先天禀赋肾气充足者智慧高，耳朵厚大者先天肾气足，耳朵瘦小者体弱。耳大耳厚多聪明，智慧决定社会阶层，智慧高直必然位高，必定富贵。22，嘴唇厚者不善辞令，嘴唇薄者多嘴，嘴大能说，嘴小巧说，脾开窍于唇，嘴唇薄厚主辞令与饮食，嘴唇厚者味觉佳，嘴唇薄者人情薄。嘴唇厚的人有亲情，但不善语言，嘴唇薄薄的能说多指责。23，昂首走路的人开朗，低头走路的人好色，心计多。抬头老婆低头汉，人有人脉和督脉，人脉为阴脉之海，督脉为阳脉之海。男女抬头走路者阳脉盛，低头走路者阴脉盛。女人属阴，本应微微低头走路，女人仰头走路阳脉盛，这样的女人性格独立，男人无法驾驭，克夫而无礼。男人属阳，本应微微抬头走路，但低头走路难，阴脉盛，这样的男人工于心计，善于算计人，背后手段。24，嘴小的人细心，嘴大的人吃四方，性欲强。唇厚多淫，唇薄多说。嘴唇为脾经的外窍，脾土主触碰，小嘴之人心细，做事谨慎，虽能结交，但私心较重。大嘴之人交友广泛，善于沟通，好饮食，同时对性感觉需求大。25，颧骨突出无肉的女子克夫最严重，轻则丈夫多病，重则丈夫命丧黄泉。女人颧骨高，杀夫不用刀。颧为骨之筋，颧为肺的对应区，肺属金，丈夫五行属木，女人颧骨高凸则金过，金过则克木严重。女人有诸多克夫面相特征，唯有颧骨高耸突兀者克夫最重，轻者丈夫常年病患，重者夫妻生死离别，阴阳两隔。颧骨凹陷的女子性格阴险，工于心计，克夫严重。颧骨高凸，女人偏阳，纵克欺夫不止。颧骨凹陷的女人属于寡妇相，颧骨属于权力之骨，颧凹陷则专门背后整人。金不克木，木无节制而克夫，到老孤寡无依。27，牙齿突出的女子性子富于攻击能力，不服输，克夫。男人属木，牙齿暴突者木过，女人木过则克夫，夫妻感情不和。颧高齿凸必克夫，女人牙齿前凸，破坏力强，性格暴躁而不服输，男人无法驾驭。女人属阴，本属温柔，暴突牙女人过阳而克夫。28，牙齿里出外进不整齐的女子克夫性格暴躁。牙齿为肾气外显，主牙齿坚密，牙齿的疏密与肝气相关，肝主怒，牙齿不整齐，脾气不好，多怒易怒且破坏力大，尤其牙齿里出外进，这是肝气盛大暴怒之人。暴喜伤阳，暴怒伤阴，女人牙齿凌乱者伤阴则伤丈夫身体，家里男人身体不好。29，有大板牙的女子婚姻不稳定。大板牙婚姻多变，女子有大板牙与牙齿缝隙大的，这都是肝木之气过盛，木过而性格过于偏执，不能委婉处事，难免夫妻感情有变。30，鼻梁有黑痣与恶痣的女子生育有问题。鼻梁为肝，而肝主生育，鼻梁有横纹斜纹的女子多流产，年上瘦上有恶痣或黑斑的，这样的女人必然生育有问题，发生流产与难产。31，人中横纹、纵纹、恶痣的女子生殖有问题。人中代表了生殖，人中为人脉与督脉的交汇处，人脉为阴脉之海，督脉为阳脉之海，阴阳结合处，万物化生。人中有横纹、斜纹、恶痣，都影响到子女的生育。32，两腮无肉的女子一生贫困。两腮无肉的人一生诚信不足，腮骨主信用，耳后见腮为反骨，恩将仇报。两腮无肉的锥子脸到三角脸型，这是做事没有坚持，做人缺少信用的面相。同时腮骨代表人缘与享受，没有腮骨的女人一生孤独，或者没有财产与享受。33，鼻梁有横纹的女子婚姻离异。山根有横纹的离婚，山根为心的反应区，婚姻方面称作夫妻座。山根有横纹的女子多数会二婚，山根有恶痣的人感情不顺利。
34. 眉毛疏淡的女子影响婚姻。半截眉毛的女人二婚，眉毛面相学称之为情缘宫，眉毛代表异性情缘，也代表感情。眉毛间有纵纹或者眉不盖眼的半截眉，或眉毛特别疏淡，这都是情缘有意的象征，婚姻很难终老。35. 大额头的女子性格外向，做事业。额头宽大的女人野心也大，额头面相学称之为官禄宫，分别代表了人的智慧与虔诚。额头低窄适合做政治，额头宽大者适合做学术。女人额头宽大必有想法，不会屈就于家庭，必然出来做事，即使在家也不是等闲之辈。36. 鼻梁起节突出的女子性格刚直，与子女丈夫缘分浅。鼻子面相称之为夫星和子星，小编在这儿指出，鼻子不高子必多。如果女人鼻梁突兀高起，鼻梁有明暗的骨节凸起，这样的女人必然肝气过盛，性格有己无人，满心都是自我，又焉能有丈夫与子女呢？肝气过盛主流产，并且克长子。37. 鼻梁扁塌塌的女子丈夫无能。鼻梁为女人的夫星，山年寿扁，丈夫志短。山鼻梁山根部分，年鼻梁年上部分，寿鼻梁寿上部分，这里泛指鼻梁。女人鼻梁扁塌低趴，女人没有鼻梁的，这都是丈夫不立志的标志，同时也不能享受到丈夫的福。凡事独立支持，靠女人自己工作养家，男人无能不能做事。法令纹深易婚变，什么样的法令纹最好命？法令纹是每个人都非常抗拒和难以接受的，因为法令纹的出现往往象征着年龄的增长和美貌的衰退。其实法令纹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命运。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法令纹身代表着什么。首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法令纹。法令纹在鼻翼向外延伸的两道纹路，一般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发明显。也有些人可能是肌肉走向的原因，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法令纹。拥有法令纹的人给人的感觉通常是比较严肃有威严的。法令代表着事业，如果法令纹越长，代表这个人的事业运势越好，能够在事业上取得不小的成就。法令纹在另一方面与人体的健康也有关系。一般法令纹长得比较清晰，没有太多杂乱的纹路的话，预示着身体情况比较良好，不会出现太多疾病。接下来具体讲解一下法令纹深代表什么。法令纹太深的话，通常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疲惫的，这样的人一般在生活中付出的比较多，并不是说他们生活的很艰辛，而是他们在事业和生活中很有拼劲，平时会放弃很多休息时间，用来补充自己的能力，提供自己的事业和家庭运势。法令纹深的人事业方面会做得比较好，但是在家庭生活中却不是很如意，尤其是法令纹比较深的人，他们与伴侣之间的感情不是很融洽，经常会因为琐事发生矛盾，心情经常处于烦闷的状态，也会影响身心的发展。法令纹左右不对称且法令纹深。法令纹过深并且左右不对称的话，说明此人在事业上发展不是很顺利，很容易出现阻碍和困扰，成功对于他们而言有一些可望而不可及。在婚姻方面也很容易出现婚变的问题，总之是比较坎坷的。法令纹过深且靠近嘴角。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如果法令纹过深并且靠近嘴角的话，在视觉方面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凶的，这样的人一般异性缘不是很好，在婚配方面很难找到合适自己的人，多半需要通过朋友介绍或家人安排的相亲去结识异性。他们在婚后与伴侣的感情也不是很融洽，经常会因为生活观念和方式不同而产生矛盾，婚姻生活是比较动荡的。法令纹深且在半途中断。法令纹如果很深并且出现半途中断的情况，表示此人与家人的关系比较淡薄，父母无法给他们提供帮助，凡事都需要他们自己去争取，常常需要面临很多困境，在打拼的过程中是比较坎坷的。整体来说，这种法令纹的人命运是比较苦楚的，一生无人可依。法令纹过深且弯入嘴角。法令纹过深并且进入嘴角的话，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苦相的。
从医学角度分析，这样的纹路通常也预示着身体可能患有一些疾病，会影响健康和饮食。所以当大多数朋友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要尽快去医院检查就医，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排除隐患，以免给身体带来影响。嘴角法令纹长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好命呢？法令纹是每个人都有的，有些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法令纹，也有些人到了一定年纪才出现。大多数人看来，法令纹像皱纹一样是非常影响美观的，所以有些爱美人士会做一些皮肤方面的提拉，进而消除法令纹。其实法令纹在面相学当中对人的命运有着很重要的依据，如果法令纹长得好，是非常好的面相。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嘴角法令纹长得好的面相。一、法令纹清晰。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非常清晰，说明这个人的事业发展很不错，通常能够做出不小的成绩。法令纹其实与岁月有着一定的关系，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发清晰。这个时候，很多人在事业方面已经取得不小成就，生活各方面也趋于稳定，所以清晰的法令纹一般代表着生活安逸富足。二、法令纹不完整。法令纹与人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不是很完整，中间出现断裂，或者法令纹有痣或者疤痕，这种情况是不太好的迹象，身体健康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即使身体很好，平时也要多加注意，尤其要注意一些意外事故，以免给自己的健康造成威胁。三、法令纹左右对称，深浅适中。如果法令纹左右比较对称，深浅也很适中，那这样的面相是非常好的。拥有这样法令纹的人性格很随和，做事会按照规章制度，做人讲诚信，一般在人群中有着不错的口碑。这样的人事业做得很好，贵人运势不错，在打拼的过程中会得到贵人的帮扶和照顾，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四、法令纹清晰，颜色红润。如果法令纹清晰并且颜色红润，这样的人通常拥有很好的气色，说明健康方面很好，没有很大的问题，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人的心态乐观豁达，对事不计较，对人温和，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在人群中很受欢迎。五、法令纹靠近嘴角。法令纹如果比较靠近嘴角的话，会给人一种比较难以接触的感觉。这样的面相通常人际关系不是很好，在婚姻方面也不是很顺利。如果是女性的法令纹靠近嘴角，异性缘不佳，在婚恋方面比较艰难，即使结婚，婚后与伴侣的感情也不稳定，很容易出现裂痕。六、法令纹过深。法令纹如果太过于深的话，会给人一种疲惫的感觉。一般拥有这样法令纹的人，在生活中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情，财运方面也比较低迷，在亲情方面与家人的感情很淡薄，感受不到来自家庭的温暖，这一生过得有些苦楚。七、法令纹向外伸展。如果法令纹向外伸展，说明此人的性格很开朗，经常开怀大笑，并且生活很如意，没有什么可烦心的事情。这样的人财运和事业也相当不错，尤其到了中年时期，事业会取得很大的成就，收获的财富丰厚无比，是非常好的面相。八、法令纹左右不对称。法令纹不对称的人生活比较奔波忙碌，一生都在为家人做打算，无法享受自己的生活，健康方面也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在打拼忙碌的同时，也要劳逸结合，不要给身体增添太多负担。今天就讲述到这里，如果喜欢，欢迎大家点赞评论，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会更加努力做出更多优质视频。祝大家生活美满，家庭幸福，下期再见。